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场持续了50天左右的抗争正在改变中国。广场上聚集着学生、市民、工人，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他们向中共政府高层提出了一串核心诉求，最终目的是想让中国从根本上变好。但是6月4日凌晨，军队接到中共高层命令，向广场进发。戒严部队向北京市中心推进，坦克和装甲车开进城。在进城路上，军队向阻挡他们的人群开了火。抗争的人群最后被武力驱散，他们提的那些诉求一条也没实现。那场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一夜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到今天都没给过一个可信的数字，但所有人都知道，死伤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伤亡不止发生在广场上，很多伤亡发生在军队进城的路上，发生在长安街沿线和周边街区。那些挡在军队前面，想阻止军队进城，想保护学生的北京市民死的也不少。这件事后来叫6·4事件，又称8·9民运，也常被叫天安门广场事件。但有一个问题，也跟随那场抗争的失败一直留在了那里。要是当年抗争的人所提出的那些诉求最后实现了，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我自己的判断是，中国大概率会变成下一个台湾。但我知道，这话一说出口，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踏实，反而是慌的一批。万一不是台湾呢？万一像苏联那样最后解体成一堆小国家，而中国国情还和苏联不一样，解体后是不知道多少年的内部混战，所付出的代价不敢想象，那怎么办？一个是希望，一个是噩梦。这种噩梦很多人选择避而不谈，但今天这期视频我不会回避，因为这件事关系到14亿人的命运，我没法装作看不见。我不是要在谁面前装什么，只是这种大事我不敢当儿戏，也得先放下自己个人的恩怨情仇，就事论事。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先说台湾，再说苏联和内部割据混战。要回答中国会不会变台湾这个问题，得先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1989年那群抗争的人，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由于那场运动各方声音特别多，诉求也特别多，但今天我只挑一份核心诉求来讲。7条要求又被称为北大7条。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7条在1989年学运中到底是什么地位？它不是广场上一句随口喊出的口号，而是一份成文的政治诉求。它是学运早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政治诉求文件之一。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当天，3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前，举着写有7项要求的请愿书，希望中共官员出面接收。结果没有任何官员出来接收。这个画面后来成为整个6·4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之一。更重要的是，此后学生提出的许多核心诉求，包括要求对话、反腐败、新闻自由、政治改革，都能够在这7条要求中找到源头。因此，如果你想理解1989年的学生到底在争取什么，那么北大7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虽然它不代表运动里每个人说过的每一句话，但它足以让我们看清当时学运最核心的政治诉求。一共7条，今天白纸黑字都还能查得到。下面我照着原文一条一条念。第1条，正确评价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是谁？他是1989年4月15号去世的中共前总书记，他曾经是中共总书记，也就是党内最高职位之一。那为什么他的看法还要正确评价？因为1987年他被赶下台了。为什么被赶？因为他对前一年学生上街抗议态度太温和，党内一帮老人觉得他软弱，逼他辞了职。学生都觉得他是个好人，开明讲理，敢替知识分子说话。他这么被赶下来，大家心里不服气。至于后面那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1986到1987年党内搞的一场运动，专门整那些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政治改革的人。胡耀邦恰恰就是因为对这场运动不积极，才被赶下台的。所以第1条要的是给胡耀邦平反，承认他那套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主张是对的，同时否定那场专门整人的运动。第2条，客观评价报道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同时查处北京市欺上瞒下、编造动乱这种借口。学生上街以后，官方媒体怎么报？要么不报，要么把学生说成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说这是动乱。学生最气的是北京市的官员往上汇报的时候，把这场和平的悼念和请愿硬说成动乱、欺上瞒下。所以第2条要的是
实事求是地报道这场运动，事实是什么就报什么，再把那些故意编动乱这个帽子的人查出来。第3条，公开调查420打人事件的真相。这一条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1989年4月20日凌晨，一批学生在新华门外静坐请愿。新华门就是中南海的正门，中共领导住的地方。军警来了，把学生驱散，过程中动了手，有学生被打，当时有目击者，有伤者，学生群体非常愤怒。所以第3条要的是把4月20号那天打人的事公开查清楚，给个说法。第4条，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领导干部向全国公开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并解决康华问题。官倒这2个字，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过。80年代的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物资是双轨制，一部分国家定价便宜，一部分市场定价贵。当官的可以利用关系，把国家定价的物资拿出来按市场价卖，中间的差价进自己口袋，这就叫官倒。那几年，官员倒卖钢材、汽车、电视机，发了大财，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后面那个康华是当时一家有权贵背景，被普遍认为在搞官倒的大公司，是那个年代权贵经商最有名的招牌。所以第4条要的是反腐败，严查官倒，当官的连家里人一起把家底亮给全国人看，那家最招人恨的康华公司也得查。第5条，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并支持香港报人徐世民回大陆办私人报纸。这一条最直接，当时的中国所有报纸都是国家办的，所有内容都得听上面的。学生要的是让老百姓自己也能办报纸，让记者敢说真话，再立一部正经的新闻法，把新闻自由用法律定下来。后面提到的徐世民是一位香港报人，当时想回大陆办民营报纸，学生连这个具体的请求都一起提了。所以第5条要的是用法律保障新闻自由，让民间能办报。第6条，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公布全国政协3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这一条学生提得最切身。1989年那会儿的中国穷，学生在学校里看到的是大学老师1个月工资买不起一件像样的羽绒服，国家教育投入的占比一直上不去，很多好老师熬不下去，改行去做生意了。学生看在眼里，觉得这个国家对读书人太刻薄，而且当时全国政协已经派了3个调查组专门查北京的教育经费问题，学生要求把这个调查结果公开。所以第6条要的是多给教育拨钱，给老师涨工资，提高读书人的地位，并且把已有的调查结果公开。第7条，检讨政府重大政策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一条是冲着钱袋子来的。1988年，中国经历了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简单说就是物价飞涨，钱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辛苦攒的钱，眼睁睁看着变毛，怨气很大。学生要的是政府承认政策上出了问题，别捂着，而且由全国政协找一批专家认真查一查去年的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7条念完了，你刚才听到的就是这7条的全部，里面没有推翻共产党这5个字，至少在这份早期7条要求里，没有直接写推翻共产党，也没有直接写更换执政党。这不是我的解读，这是那张纸上白纸黑字写着的。不过我得说清楚，这7条只是开头，后来的2个月里，事情越闹越大，诉求也一步步扩大。一开始只是请政府听一听，后来变成要求政府坐下来跟学生平等对话，要求别再给这场运动扣动乱的帽子，要求真正的新闻自由，要求把官倒、腐败查到底。再到后来，工人、市民也加进来了，已经有人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希望权力受到监督，希望真正改一改这套政治体制。所以你看，6·4运动最初提出的是改良性诉求，而非推翻共产党政权。但如果这些诉求被全面落实，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最终走向宪政化甚至民主化转型。现在你先把这7条记在心里，等一下我讲台湾的时候，你一对照就明白我为什么说6·4要是成功，中国就是下一个台湾。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然后败退台湾。此后，蒋介石在台湾实行戒严统治，全岛进入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
戒严2个字什么意思？简单说，整个社会进入暂时管制，军队管社会，警察盯思想。你想说什么，办什么报纸，组什么团体，都要先经过政府批准，不批准就是犯法。平民犯了事，可能要被军事法庭审判。到了80年代中期，蒋经国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糖尿病很重，腿都不利索。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也就是在生命最后这2年，他做了几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第一件，1986年9月28号，那天在台北一家叫圆山饭店的地方，135个反对派人物开了个会，会开到一半，他们当场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党，叫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所谓反对派，就是指反对国民党的一群人。按当时台湾的法律，这叫犯法，阻党是不许的。真正能挑战国民党的反对党是不允许合法成立的。然后国民党党内强硬派立刻去找蒋经国，劝他抓人。当时警备总部都已经把抓人名单准备好了。这里得说一下蒋经国当时是什么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儿子，他当时是国民党主席，是总统，还是3军统帅，党、政府、军队最高权力全攥在他一个人手里。说白了，他当时在台湾的权力就像今天的习近平一样，党、政、军一把抓，一个人说了算。蒋经国当时坐在轮椅上，病得很重。他听完抓捕反对派组党地汇报，说了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然后他下令不抓一个反对党，也就是民进党，先是在非法但被容忍的状态下活了下来，后来随着解严和党禁松动，逐步合法化。这就是第一件事。台湾1986年开放党禁，不再只允许国民党一家存在，而是允许人民自由成立新的政党，参与政治竞争。64学生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开放党禁，但从当时最核心的公开诉求来看，他们要求的是新闻自由、民间办报、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和政治监督。这些要求看似和开放党禁不同，但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权力是否应该接受监督和约束。第二件，9个月后，1987年7月14号，蒋经国签发了一道总统令，自1987年7月15日0时起，实行了38年的戒严解除。这道令一发出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军事审判和戒严管制大幅松动，阻挡、集会、出版的空间被打开，但并不是一夜之间完全没有限制。换句话说，台湾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而2年后的北京，学生们虽然没有要求解除戒严，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不断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地位以及更大的社会参与空间。一个是在解除戒严，一个是在争取更多公共空间。第三件，再过半年，1988年1月1号，实行了40年的报禁正式取消。在此之前，台湾只能存在29家报纸，版面有限，发行范围有限，内容也受到严格限制。1988年1月1日起，这些限制全部解除。报禁一开，短时间内报纸数量很快从30多家增到100多家，其中很多报纸公开批评国民党，公开批评政府，而政府没有把他们抓起来。看到这里，再回头看看1989年学生提出的7条要求，其中有一条写得非常明确：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台湾1988年已经做到的事情，北京学生1989年正在争取。讲到这里，蒋经国的故事也快结束了。1988年1月13号，在生命最后1年半里，他没有抓人，没有取缔民进党，随后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办完这3件事后，他去世了。讲到这儿，我得在这里插一句话，我前面说的关于蒋经国办成的事，可能给你一种感觉，我在夸他，把他捧成圣人。当然不是。蒋经国是个什么人？他年轻时在情报系统干过，台湾白色恐怖那些年，很多人被冤枉、被关、被杀，他是有责任的，这是事实。那他到了晚年，为什么突然又把手松开了？是良心发现，还是看清了大势？是顶不住国内外的压力，还是想给国民党留条后路？还是更多复杂原因的综合体？这不是1-2句话能说清的。但这一集我不会拿出来说，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主要是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过程为导向。蒋经国去世以后，接班的人叫李登辉。李登辉这个人很特殊，他不是蒋家的人，也不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一起从大陆撤到台湾的那批人，他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本地人。在当时的台湾政治里，这件事意义非常大。
因为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虽然台湾本地人占绝大多数，但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长期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外地人，而李登辉是几十年来第一个进入权力核心的本地人。更关键的是，蒋经国晚年亲自提拔他，先让他当副总统，等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台湾本地人第一次接过了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接力棒。蒋经国为什么选他？原因很复杂，但比起原因，更重要的是结果。李登辉接手以后，没有把蒋经国办成的几件事给推翻，相反，他还接着不断往前推动变革。于是1991年，李登辉废除了一部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法律。这条款是1948年定的，当时的名义是国共还在打仗，国家处在非常时期，但它真正的作用是把宪法对权力的约束给冻结了。宪法本来是干什么的？是给权力套笼子的，比如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规定政府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这条临时条款一来，这些限制全部失效，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蒋介石就是靠他一直当到死。最高权力可以绕开国会，绕开正常程序，想扩权就扩权。说白了，他是台湾威权体制最重要的总开关之一，让非常时期无限延长。1991年废掉它，等于宣布这个非常时期到此结束，权力重新被关回宪法的笼子里。同一年，另一部叫惩治叛乱条例的法律也废了。第二年，1992年，刑法里的言论叛乱罪也取消了。这两部法以前有多狠？打个比方，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你要是私下读了一本被禁的书，或者跟朋友聊天说了几句是不是该搞民主，被人举报，就可能被安上叛乱的罪名抓走，重的能判死刑，轻的也是关上10几年。你没动手，没造反，光是脑子里想的，嘴上说的就够定罪。1991年到1992年，这些法律被一条一条废掉，意思就是从那以后，台湾人说话不会再因为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被抓。也是1991年，台湾的国会全面改选，这事得专门说一下，因为它荒唐到你可能不敢信。先说说原来坐在台湾国会里的是些什么人。这批人叫国大代表，你就把他们理解成国会议员，本来应该是替老百姓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投票管大事的民意代表。问题出在哪？这批人是1947年在大陆各省选出来的。1949年国民党打输了内战，退到台湾，这些人跟着一起来了。按规矩，民意代表是有任期的，到点就该重新选，可他们代表的是大陆的选区，大陆这边早就回不去，没法重选了。于是这批人干脆就不改选了，以代表全中国的名义一直当下去。这一当就是40多年，从30多岁一直做到80、90岁，人都老了，位置还赖着不走，所以台湾人给这个国会起了个外号叫万年国会。你品品这个味道，台湾2000万人头上管着他们的这个最高民意机关，做的全是40年前在另一块土地上选出来的老人，跟台湾本地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人投票投得再凶，也换不掉他们一个。说白了，台湾老百姓当时根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会。1991年，这批万年代表全部退职。第二年，1992年，所有席位由台湾人自己重新投票选出来。1993年7月2号，台湾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9月1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家里有多少钱、多少房、多少股票，每年都得向监察院申报。从总统、副总统到立法委员、县市长这些高官申报的财产还要向全社会公开。今天台湾老百姓打开监察院的官网，就能查到这些人的财产清单，几栋房、多少存款，清清楚楚。你再回头看广场上那7条，其中有一条要的就是这个：反贪污、反腐败，要求领导干部把自己和家属的财产向全国公开。那群学生1989年喊出来的诉求，台湾1993年基本把这个方向做成了现实。最后一件，1996年3月23号，那一天2000多万台湾人排着队走进投票站，他们要做一件事，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里几乎没真正做到过的事，老百姓自己投票选出这个地方的最高领导人。那天台湾社会实现了。从那一天起，台湾的一把手是谁，不再是上面定的，是1400多万有投票权的台湾选民一张一张投出来的。要是这个总统干得不好，4年以后老百姓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他换下去。总统这个位置从此不归任何党所有，归选票所有。
1989年，广场上那群人当年要的不过是政府能听一听老百姓的声音，而台湾走到了让老百姓直接决定谁来当家，这就是那条路走到头的样子。国民党的蒋经国和李登辉一前一后把权力一点一点交还给老百姓。回到我们一开始那张纸，1989年广场上那群人写下来的7条，里面最要紧的就那么几件：反腐败，要求当官的公开财产，要新闻自由，让老百姓自己能办报，要求政府别撒谎，别糊弄，对人民负责。这几件事台湾全做到了。要官员公开财产，台湾1993年立法，从总统到县市长家里上网就能查。要新闻自由，让民间办报，台湾1988年开放报禁，一夜之间冒出100多家报纸，骂政府的随便骂。要政府对人民负责，别再扣帽子撒谎，台湾用了个更彻底的办法，1996年干脆让老百姓投票，自己决定政府。当年那群学生要的，台湾不但办了，有的还办得比他们要求的更彻底。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台湾这一切不是靠老百姓上街把国民党推翻，再重新建一个国家，恰恰相反，主要是靠国民党自己一党执政，自己一步一步把权力松开的。你再回头看1989年那7条，那群学生要的也从来不是推翻共产党，他们要的是共产党自己主动改，自己一点一点走向民主。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台湾走的正是1989年那群人想让中国走的那条路，执政党不下台，但主动还政于民，和平地一步步的把民主化做完。我知道说到这儿，还是有很多人心里有个结，始终放不下。不光是体制内的人，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一样。他们真正怕的其实不是民主好不好，是另一件更要命的事：中共要是真把手松开了，会不会死？会不会被清算、被报复、亡党？这个国家会不会血流成河？这个问题台湾也替我们回答了。国民党戒严时期独大几十年，手上有没有血债？有。白色恐怖那些年被他冤枉、关押、害死的人不在少数，可他主动交权之后并没有亡党，今天他还活着，还是台湾最主要的政党之一，还赢回过好几届总统。蒋家的人当年的高官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清算、抄家报复，那是不是旧账就一笔勾销了？也不是。后来台湾通过法律追讨国民党当年靠特权占下的党产，也公开清查了那个年代整人的旧案，给受害者平反。但这是在法律框架里把历史的账摆到台面上算清楚，不是暴力清算，不是血流成河。国民党认了账，还了债，然后继续参选，继续做他的正常政党。这就是台湾这条路我真正想让每个中国人看明白的东西。走这条路对老百姓是从一个被管的人变成一个能决定政府的人，对执政党呢，是把几十年攒下的旧账，那些贪腐冤案，那些迟早要被清算的事，趁着自己还握着主动权的时候，用和平合法的方式一笔一笔了结掉，而不是死抓着不放，抓到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被人用最激烈的方式连本带利的讨回去。所以我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今天真正该想清楚这件事的是习近平和中南海里那群手握最高权力的人。民主化对你们来说不是末日，恰恰相反，主动走这条路可能是你们唯一一个能体面收场、能善终、能避免清算总爆发的机会，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青史留名的机会。好，就算前面这些很多人都同意，恐怕还是有人要反问我一句：台湾才2300万人，一个小岛，背后还有美国撑腰，中国14亿人，960万平方公里，还有新疆、西藏、内蒙古一堆民族问题，几千年的专制包袱，台湾走得通的路，中国走得了吗？更要命的是，你心里可能还压着一个更深的恐惧，万一中国走到半路散架了，变成苏联那样整个碎掉，碎成一堆要独立的小国家，然后陷进常年的割据内乱，那怎么办？我替大家把这个恐惧说出来，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心里那个最硬的心结。一部分人不是不想要台湾那种日子，是怕想要的是台湾，怕得到的是苏联，甚至是民国那种军阀混战。这个心结不是没有道理，在我看来，这种担忧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原来的一个国家变成了15个国家。现在的俄罗斯就是当年苏联解体后剩下的那一块里最大的，
其余14块各自成了独立国家。解体之后的那10几年，普通俄罗斯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说几个数字，你自己感受。1992年，俄罗斯闹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前面讲过，就是物价飞涨，钱不值钱，只是这回涨得吓人，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你年初存进银行的钱1年都没动它，到年底还是那些数字，可它能买的东西只剩下原来的零头，差不多。以前100块的购买力，现在只值4块钱。你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就这么1年功夫，几乎全没了。而且不止钱没了，原来的国家工厂、养老金、医疗、免费住房等等，一整套苏联时期的保障系统全垮了。苏联解体前，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接近69岁，解体后那10几年的动荡里，寿命一路往下掉，男性平均寿命一度跌到57岁左右，这还是没打仗的和平年代。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俄罗斯死亡危机，酗酒、自杀、暴力犯罪激增，造成上百万到数百万级别的超额死亡估计。更重要的是，苏联解体的时候留下来了不少家底，石油、天然气、矿山、钢铁厂、军工企业等等，这些资产原本都属于国家公有。如果放到今天中国去理解，差不多相当于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大型钢铁集团和矿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被私有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并没有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最终很多资产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后来在俄罗斯有个名字叫寡头，普通老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国家的公有财产变成一小撮人的私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俄罗斯人提起90年代，想到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混乱和掠夺。这就是苏联解体4个字底下真实的样子。所以很多人担心，万一有一天中共真的松了手，主动放权，走向民主化转型，这个国家会不会就像苏联那样？这个担心主要分2层。第一层是怕经济垮掉，怕物价飞涨，积蓄变废纸，工厂倒闭，大批人失业，最后过上苦日子，这就是前面讲的苏联解体后的那种惨样。第2层是怕这个国家就此碎掉，怕中共这只手一旦松开，地方上失去约束，新疆、西藏、东北、广东等地各搞各的，今天这个闹独立，明天那个要分家。中共这几十年反反复复就跟你讲这2样，讲苏联老百姓怎么排队买面包，卢布怎么变成废纸，寡头怎么瓜分国家，再讲苏联怎么从一个超级大国一夜之间碎成15块。讲到今天，你脑子里只要一冒出中共要是放弃一党专政会怎样，画面立刻就是这2个，排队买面包的老太太多么惨，和地图上列成一块一块的国家。这个怕我理解，它有它的道理，可是我得请你跟我一起想一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惨？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认真想过，因为不用想，中共已经替你想好了答案，因为他松手了。换言之，的叙事是中国必须一党专政，中国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否则就是下一个俄罗斯。可这个答案经不起仔细琢磨。我跟你说2件事，你听完自己判断。第一件事，苏联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解体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弄明白苏联那时候的经济是个什么状态。苏联从1922年建国到80年代末搞的是计划经济。什么叫计划经济？简单说，国家说了算，全国今年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多少猪肉，谁去哪个工厂上班，谁分到哪套房子，全是国家分配。中国以前毛泽东时期就是计划经济，这套东西刚搞起来那几十年效果还行，但到80年代末已经不行了。不行到什么程度？商店里货架是空的，买面包要排几个小时的队，莫斯科的商店里连卫生纸都买不到。这不是解体之后，这是之前的苏联常态。苏联那时候的经济早已经死了，是一具勉强用国家机器撑着的尸体。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主动进行了政治改革，允许人骂他，允许有反对派，允许媒体说真话。但是他没做另一件事，他没有也来不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来托底政治改革。你想想这个画面，旧的那套计划经济已经死了，新的那套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出来，中间是一片空白。政治一改革，整个国家踩在虚空上，一脚踩下去塌了。现在我们看看1989年64时期的中国。198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经济状况？1978年12月，邓小平拍板，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那年起到1989年，整整11年，
这11年里，中国干了什么？农民可以承包土地，自己种自己卖，农村冒出了乡镇企业，一个村一个村办工厂，城市里出了个体户、小卖部、餐馆、修车摊，到处都是。深圳率先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盖满工厂的城市。外国公司来了，香港的钱进来了，日本的设备进来了，美国的技术进来了。到1989年，中国市场已经成长了出来，个体户、乡镇企业、商品流通都在发展。虽然也有通胀和抢购，但不是苏联那种僵死状态。1989年的中国跟1989年的苏联经济底子完全不一样。你再想想那个画面，苏联是站在悬崖边上，底下是空的，一松手直接掉下去。中国是站在一块正在变厚的地上，底下不是空的，底下是一个发展起来的市场。一个在悬崖边松手，一个在平地上松手，结果能一样吗？第二件事，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成15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弄明白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意识到的事实：苏联的全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注意最后2个字，联盟。什么叫联盟？苏联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俄罗斯是一个，乌克兰是一个，白俄罗斯是一个，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等，加起来15个。而且你听这个最关键的，苏联的宪法里白纸黑字写着，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退出联盟，写在宪法里。所以说，苏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是15家一起搭伙过日子。平时大家挤在一个屋顶下，管事的是莫斯科。屋顶要是稳，大家就一起住；屋顶要是一崩塌，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才叫解体。现在我们看中国，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什么叫单一制？简单说，中国就是中国，北京是首都，新疆、西藏、内蒙古、广东、四川等等都是中国的省或者自治区，法律上不是独立国家，所以各地在法律上没有退出中国的权利。而且中国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来自暴力革命，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在宪法结构上写着加盟共和国退出权。这有点像动物世界，两群动物争地盘，你凭什么说这块地属于你们？只是说因为我们出现的最早，很明显说服力不够。而且中国 91% 以上的人是汉族，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文字系统和很强的文化共同性。所以你拿苏联和中国对比，苏联是15块拼起来的拼图，中国不是，中国是一整块石头。讲到这儿，估计有人已经憋不住要打断我了。那新疆呢？西藏呢？非常突出的民族问题。这2个地方确实比内地的省份情况要复杂一些，但复杂一些和整个中国像苏联一样解体成15块，这是2回事。任何一个大国都有它边疆的复杂，美国有它的边境问题，印度有它的克什米尔，英国有它的苏格兰，西班牙有它的加泰罗尼亚。所以复杂的边疆问题不等于一定全国解体，这中间差得很远。就像美国之前的加州、德州几次闹独立，他们现在成功了吗？一个也没有。新疆、西藏今天矛盾这么尖锐，根子不在民族2个字上，根子在中共这套一党专制，是中共这几十年用高压和监控，人权严重打压，把原本可以好好相处的地方硬生生逼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专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它本身就是制造民族问题的根源。再看台湾，台湾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戒严年代双方矛盾非常尖锐，台湾的原住民在蒋介石时期也被欺压得很惨。可民主化之后呢？这些矛盾没消失，但靠着平等的公民权、民主选举、法治被消解。到了今天这个稳定的样子，矛盾还在，但不再撕裂这个社会。再看美国，美国的族群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几百年的黑奴史，南北战争差点把这个国家打成2半，二战后还有过种族隔离，到60年代才有民权运动。这些伤疤一个比一个深，按族群多就要散的道理，美国早该解体100次了。可他没有，50个州，3亿多人，几十种族群，到今天还是一个国家。靠的是什么？主要靠联邦制，地方上的当家人，地方自己选，州长是州民1人1票选的，这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不是中央派下去的。每个公民不分族群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没有哪一部法律专门盯着某一个族群受了不公，有独立的法院可以告。美国这套体制把那么多族群、那么大的地方
都合并在一个国家里，200多年也没解体。那回头看新疆、西藏，这套机制今天一样都没有，地方一把手是北京派的，不是当地人选的。新疆人、藏人没有真正的投票权，还有专门针对他们的高压政策，说话、信教、保留自己文化的自由被严重限制，受了不公也没有独立的法院可以告，所以矛盾积累到今天才越积越尖锐。说到这儿，你心里可能还有一个心结，就算边疆问题能解决，中国要是真走民主化，会不会走出另一种乱？不是苏联那种解体，是中国自己历史上那种乱法。春秋战国、唐朝藩镇、民国军阀，中央政权的权威一失效就各自为王，互相打架，然后百姓遭殃。但是得注意，他们乱的根是同一个，地方手里有兵，不是因为民主分权，是因为枪攥在某个人、某个派系、某块地方自己手里。只要枪是这么攥着的，你叫它分封也好，叫它联邦也好，叫什么都会乱。反过来，只要枪牢牢在国家手里，在老百姓选出来的中央政府手里，地方就算有再大的自治权，也变不成军阀。这件事有个名字叫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指军队效忠国家和宪法，接受国家法律和国家机构领导，而不是效忠某个政党、个人、家族或地方势力。无论谁执政，哪个政党上台或下台，军队都保持中立，其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宪法秩序，而不是维护某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情况？解放军不归国家，归党，党指挥枪，白纸黑字写在中共党章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是习近平，他同时是党的总书记。换句话说，军队从上到下跟着党走，跟着一个人走。那台湾呢？台湾当年的军队跟今天的解放军很像，也有很强的党军色彩，归国民党管，军队里有国民党的党组织，军官要入党，军队听党的指挥。可台湾民主化以后，这件事一步一步变了。1987年解除戒严，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之后，随着解严、临时条款废除，以及后来国防制度改革，军队逐步脱离党军色彩，从国民党的军队一步步变成国家的军队。但真正证明台湾军队国家化成功的是2000年。那一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输了，赢的是对手，是民进党的陈水扁。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执政了50多年，头一次把总统位置输给别人。军队怎么反应？当时的参谋总长叫汤耀明，他本人就是国民党员。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他公开表态，意思是不论谁当选，国军都会服从宪法，效忠新的总统。军队没有动，没有政变，没有替国民党翻盘，一直当了50多年党军的军队和平地接受了一个非国民党的新总统当他的最高统帅。这就是军队国家化，不是口号，不是理论，是台湾真实发生过的事。所以中国要是真走向民主，绕不开的一件事就是把军队还给国家。这件事难不难，得看怎么来。要是被逼出来的，一夜之间突然来的，那就难，军队会成为最大的变数。可要是像台湾那样，从最高层自己主动往下推，先开放政治，再一步步让军队脱离党，这件事就是水到渠成。蒋经国当年解戒严、开报禁、放反对党，军队一枪没动，因为是他自己签的令。到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军队已经习惯了我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哪个党的军队这件事，所以参谋总长才能上电视说出那句话。台湾那条路最关键的就4个字：主动、渐进，政治先走，军队跟着走，自然就到位了。回到一开始你怕的那个问题，中国民主化之后会不会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只要军队国家化做到了，地方割据和军阀化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地方割据的根从来不是民主分权，是地方手里有兵，军队归了国家，归了宪法。任何一个省长、书记手底下没有自己的兵，他想割据也割据不起来。至于军队具体怎么一步步还给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细节怎么处理，这不是我这集主题讨论的。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如果6·4成功，中共主动和平地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国大概率会走台湾那条路，不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军队国家化做到了，也不会出现地方割据。但我猜还是有人心里那个怕放不下，这就是难以解开的心结。万一呢？万一中国真没走通台湾那条路，真的解体了，内乱了，那怎么办？在回答这个万一之前，我先把一件事说清楚。
有人觉得解体了也没什么，各自独立，各过各的，说不定更好。我必须明确表态，解体绝对不是中国人利益最大化的选项。我不是在喊口号，我说的是利益。一个14亿人的统一大国，在经济体量、市场规模、国际谈判、国防安全上的优势，是解体成几个小国之后绝对不能比的。你去问绝大多数正常的美国人，把美国拆成50个独立国家，对你更好吗？更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吗？但凡是个脑子还正常点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会说好。或者再尖锐点，一个小国只要有问题，就不断分裂，各自独立，没有一个小国的多数国民会支持。你再看以色列，犹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2000年来他们散居世界各地，经历过驱逐、迫害和屠杀，尤其是二战期间，数百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重新建国。看完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你会明白他们今天拥有的国家是经过巨大代价才换来的。所以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国家和领土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几条线，而是几代人用巨大代价换来的生存保障。你去问他们，国家领土值不值得守护，遇到内部问题就各自独立，行不行？他们肯定不答应。所以一个统一的、联邦制的、民主化的中国，才是对中国人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就是前面讲过的那套美国联邦制，国家还是一个国家，但地方真正自治，老百姓真正能选自己的当家人，这是最好的路。但我不能只说最好的路，我得面对开头那个万一最坏的情况。假设真的最坏发生了，台湾那条路没走通，联邦制也没搞成，中国真的解体了，甚至内乱了，付出的代价惨重。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让地图看起来很大吗？是让版图完整吗？一个国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特别大，可里面的普通人不能自由说话，不能选自己的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没有人权，更谈不上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当牛做马，生命如草芥，那这个大对一个具体的要过日子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如果真到了最坏那一步，中国解体了，但解体之后的一些地方实现宪政民主，老百姓过的日子比现在好得多，那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也许有人还是会说，解体就会死人，会付出很多代价。但你想想，现在是和平时期，中共专制本身也一直在制造代价，这些代价不能被一句稳定抹掉。从1949年到现在，大跃进、文革、各种政治运动，再加上这些年的治理、冤假错案、经济上的压榨，对普通人权利的剥夺，直接、间接害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家庭的灾难？那些代价有人提过吗？有人算过吗？有人替他们说过一句话吗？所以我不主张解体，但我在意的从来不是领土有多大，我在意的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具体的人能不能活得自由，活得有尊严。如果一个联邦制的统一的中国能做到这一点，我支持统一。如果统一只是被拿来当压住自由的工具，那我选各自独立。视频到这里，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说，中共从1949年建立政权到今天70多年，反抗中共的运动远不止6·4这一次，但为什么只有6·4每年都有人在世界各地自发地去悼念？原因很客观，6·4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也是伤亡最严重、影响最深远的政治抗争之一。但在我看来，真正让6·4到今天还活在很多人心里的是另一层东西，是那群人的纯粹。纯粹这2个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奢侈品。那群学生当年要的那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发泄个人的恩怨情仇，他们要的是让所有中国人，包括他们一辈子见不到的陌生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好的国家里。这种为陌生人着想的格局，今天在中国到哪儿找？除了你爸妈真心为你好，还有多少人会纯粹为一群跟自己没关系的人为此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悼念方式是什么？每个人都尽一点小力，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宪政、自由、民主。宪政的作用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当权力受到约束，自由才有保障，而只有拥有自由的社会，民主才更容易健康运作。最后让他们当年要的东西真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
这就是对六四中牺牲的那些人最好的悼念。